他自己有问题了，他还指责你，让你觉得是你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任何女孩子碰到这样子的男生，真的是跑吧，有多远跑多远。就是在任何时候，你跟一个男人在一起，他让你觉得自己是很卑微的，自己永远都是错误的那一方的时候，真的就不要留了。我真的觉得女孩子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我觉得真的会有很多女孩子在婚姻的这个当口，可能会面临很多来自于家里长辈的压力，或者是社会上的压力，就觉得女孩子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就应该要结婚。然后的确有很多女孩子可能会选择去将就，为了结婚而结婚。如果就两个人在一起的幸福指数，如果还不如你自己一个人好好生活的话，还不如自己好好的先爱自己，把自己的生活过好。这个世界上没有谁离了谁就活不了的，时间迟早会告诉你答案。就像《断舍离》这本书里面说到的，错的人迟早会走散，对的人迟早会相逢。该你遇到的人躲不掉，该你经历的劫逃不掉。你决定不了一个人的出现，也决定不了一个人的离开。懂得放下，才能够继续前行。我觉得每一个女生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因为人生需要做减法，生活呢也需要断舍离，断开不该有的关系，舍掉不该有的爱情。爱人的时候不辜负别人，一个人的时候也别辜负了自己。其实可能人家早离了，早分居了，为什么不公布？其实就要说到这些年有一个情况，就是资本化的情况。我们很多的明星都参与到资本运作里边去了，不是说你想离婚就能离的，资本不答应，这些资本运作没有完成，你在这中间，你们俩都是，比如说明星夫妻，你们俩一宣布离婚，股民怎么办？投资怎么办？有很多复杂的背后的经济原因。还有就是代言怎么办？现在有很多那个商品的代言，你的身份特殊，你代言的商品特殊，在代言期内，如果你改变身份，比如你是个母亲那你这个就要巨额赔偿。他是这个业内人，我是业外人，只不过我过去历史上在那业内混过，就老听一耳朵事儿。现在那个合同，我听说我的有这么签合同，那很吓人。你主演，你的体重在拍摄期间不得超过多少？明白吗？你拍摄的时候，你突然变成一胖子，谁受得了啊？你这个形象下来没人看了。所以你作为男主演，你在拍摄期间体重上限是70公斤，下限是68公斤，你还得控制体重。对，你说这个，我确实觉得就是说，咱们这个合同你说怎么叫依法？比方说，他们给我讲有的签哈，那当然你这个艺人违法犯罪。这个影响了你的戏，这不用没有争议，因为违法犯罪是清晰的。但是它还有一条就是你道德风尚。那么离婚算不道德吗？那么你这是或者说到时候谁来裁定你家庭发生的这个变故叫做违反了我们合约里所说的这个不道德了？那么没有说你不道德，只是说你在我这个资本控制的这个时期内，你不能伤害我的资本，是这样。因为其他上市公司对于这个法人，包括他主要管理层的这个婚姻状况，也是严格管控的。以后明星签合约不准离婚，对吧？不准工作离婚。哎，方舟，你这么爱八卦的，最近这一连串的，你们小朋友怎么聊啊？没有，就是我觉得现在群众好像也变了。原来这个离婚啊，大家都说都很纯情的，就说哎呀，我不相信爱情了，怎么样，因为大家都是很纯情的。现在都是哎呀，肯定早离了，肯定就是捂着不说。所以群众都知道真相。所以我觉得群众都知道真相。现在大家也没有原来那么单纯，觉得特别相信这个明星的荧幕形象，现在都接受他背后还有一套。最近这个现象特别明确是什么呢？是在这类的，就是婚姻八卦中，过去永远是离婚远远大于结婚的八卦，这次是结婚八卦大于离婚。你比如林志玲结婚，她有一个明确的数据，就是那个网络瘫痪了，半个多小时都不通车，就所有人都要看她跟谁结婚，怎么回事儿。过去都是这个明星们一离婚，大家觉得天大的事儿。现在大家觉得离婚是个正常的，结婚是个不正常的，所以不正常的就受到人关心的多。哎，你觉得林志玲为什么会找了这个日本的？那男的多好啊！那个男的我不太了解，好在哪儿？
就是那男的，因为他原来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组合的一个成员，然后那组合原来非常非常红，而且那男的特别特别温柔，就是我看过他上综艺节目，他对小孩啊，然后就包括对工作人员非常好，所以我不太习惯现在的人老用什么下嫁什么或者嫁丑男或者鲜花插在什么上，就是这种特别外在的标准去评价。我觉得那男的多好，要我也愿意嫁，但是人家就不愿意，但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男的。哎，我跟你说，就是说这个，你看日本有一个女的啊，我这个名字要很谨慎的说啊，叫苍井优。说对了，说对了吧？说对了，苍井优，哎，清纯美丽是吧？就是不是那跟苍井空有什么关系？您好不容易绕开，什么意思啊？姐妹是吧？没有关系。苍井优，哎，非常美丽，对吧？青春那个偶像。然后呢，日本那个粉丝也很不理解，嫁了一个说相声的，等于说就一搞笑的，也是长得也就是不比咱们强多少吧，对吧？好，但是呢，他们就说啊，在日本很多特漂亮的这个美女明星啊，好像就爱嫁这个搞笑的，然后呢，这个苍井优说了一句话挺好啊，就是说啊，他说你爱一个人，与其说你爱哪个男的，不如说我爱和他在一起的时候的我自己，就是这个女的，她跟这个男的在一起的时候，她自己的这个感觉，是她最满意的。哎，你看这也是一种婚姻观婚恋观。现在就是很自私嘛，你这不就这个意思吗？这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就是就我跟你结婚还是爱着我自己？哎呦，这个事儿比较不是，就是你能让我变成更好的自己。不是，也不是什么？我觉得是这样，猜不准。不是这样，我从女性的心理分析一下，因为我也试着就是跟那种有钱的、在社会地位高的相处，我后来觉得我特别就是尤其两性的相处啊，男朋友什么的，我觉得我真的不喜欢我那时候的自己，因为你知道，就是你总会怀疑他们就是不知道看中了你哪一点，就是大家就是形容霸道总裁让灰姑娘的故事都是很美好的，就觉得这很美好的故事，但是你不知道那灰姑娘整天多紧张啊，就觉得她到底看上我什么了？对，然后比如说我当时我就会整天就在猜，就非常没有安全感，觉得他今天对你好，明天就会对别人好，而且你总在猜，就是他这个在你身上看到的优点，你其实并不存在，就是所以你不喜欢那个时候的自己。对，而且你花着别人的钱也没有什么安全感。对，你花了吗？我没花，我都没花，我都那么紧张，所以我就特别能理解，也不是说自私，就是你觉得你每一天跟他在一起，你都是就后来都挺折磨的。钱花了以后就不紧张了，就是反正也就这样了。主要是没花钱。对，所以他紧张。就是我觉得不要小看这个娱乐明星，就是咱就说这个星，刚才这个汪老师讲的，我一下想到我最近看的一纪录片，我觉得你们应该看看，你评分很高的，英国拍的，就是行星。行星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应该叫8大行星啊，8大行星就行星是怎么形成的？它那个都是最新的科技了，用的都是那个探测器降落到上面拍的那个啊。然后你就会发现啊，太阳系是活的，然后你会看到有的行星是这个行星撞了那个行星撞击形成的。你知道，就是我就想到这个明星，就是体量大的这个婚姻呢，不管是结和是离。它引起的效应都是天文效应，你确实你知道，就是人家咱这个学历史的，您讲这个事儿，我一下都能想到这个明星婚姻的这个意义啊，就按照您说这个意义啊，有点回到婚姻的当初了，就是哈布斯堡王朝，或者汉代的和亲，因为当你身上聚集的资本太大，就或者说他身上关联的资本，那真的是当关联到一个这么大体量的时候，你们的结婚哪还是什么爱情不爱情那么简单嘞？当年的欧洲这合纵连横，一个王朝就靠着联姻能统治多半个欧洲，都是我们家的。欧洲的丈母娘嘛，哈布斯堡王朝。哈布斯堡王朝就是你看，那就是跟这个道理一样啊，就是我们这一结，那到换到今天的这个商业社会、资本社会来说，我们这一结，多少资本就媾合在一起了；我们这一离，多少股票就烟消云散了。你说他是不是有点回到咱就知道过去那个罗密欧与朱丽叶，对吧？是不是在那个时候，恋爱中的两个人？他也很难像咱们小民恋爱那么单纯了，当然，他得考虑
比如说，哎，咱俩哎呦也一见钟情了，那么一下这家伙这影视那个影视这股份，你说他会这么考虑吗？或者说他决定了我要跟他好，那是不是一帮 CEO 就得跟他聊聊这事儿？当然这是肯定的。这个他的经纪团队、他的宣传团队每天是在开会的。每天看见你们俩今天吵架没有？然后开会。是啊，包括俩人，如果他要表白，怎么表白？他有大的文案组，他的团队一起帮着他。哎，我还听你说跟这个电影这个什么时候出来选角儿都能扯上关系。当然都是这背后的交易不一样。哎，爆爆料可以不点名，爆爆料不，但是我是说明星夫妻啊，我有一个经验，这个经验是什么？我们经常码这个演员盘子的时候，经常会有人说，男主角找谁，女主角，哎，找他们俩吧，他俩是明星夫妻。我这样，男一号也有了，女一号也有了，我说咱千万别。我说找演员，人家出去一下拍好几个月戏，我认为他们不愿意跟对方一起待好几个月，他们想自己待着。哎，事实证明我的判断都是正确的。为什么我听到的他们分析那个离婚原因，恰恰就是因为这个艺人聚少离多，各自在两个剧组，这不是？但是你看见有个别的啊，老爱腻在一块儿上一个戏的很少了，已经。对对对。那为什么呢？工作是工作，就回家见着他就行。这工作天天上班还一块儿，不愿意。如果能选择的话，尽量分开，也有利于工作。你像我们朋友圈里就经常听啊，就说哪谁够爷们儿啊，家伙这个离了婚净身出户，说现在还拍戏呢，就每天365天，就为了就是说把钱都给老婆了嘛，那么所以就接什么戏都接呀。有几个这样的男演员，模范过2年再离一次，再离一次，有这个离婚拍戏，有这样的，就是特喜欢结婚分财产再结婚。我谁喜欢？哎，他就这个，我碰见过这个男的，他不是这个明星啊，就是生活中有这人。后来我说您这好，您这辈子过日子就是说结婚生孩子买房子离婚，结婚生孩子买房子离婚，结婚生孩子买房子，就这么一套程序，这辈子就这么过来，平均7、8年来一回，每回都跟真的一样。所以咱老百姓关心的就是那体量巨大的。我跟你说，你知道那个贝索斯吗？啊，亚马逊的那个。亚马逊的那个是创始人吧？这家伙，哎，4700个亿。4700亿，当然就说他老婆也是相濡以沫，这么多年，他老婆也挺独立的，挺有出息，还写小说。要不然你作家，你作家，这个特别激励我。我跟你说，我为了向他们学习，我专门来一段，就是说，2019年1月9号，世界首富贝索斯啊，在推特发文，你看人家说的这个是怎么写的啊？哎，就是说，我们希望让人们意识到，我和麦肯齐的夫妻生活出现了新情况。正如我们的家人和密友所了解的，我们俩相爱了几10年，但后来不得不尝试分居啊，最终我们共同决定离婚，但仍是以朋友的身份一起生活。我们感到非常幸运能够认识彼此，婚后的每一年都使我们感恩不已。即使我们事先知道，哎，关键和这句话，即使我们事先知道我们将在25年后分开，怎么样？我们还是会选择遇见彼此，步入婚姻。这就是您说这就好这个了，对吧？哎，9000多亿，将近1万亿的这个钱呢，就是一人一半。而且那女的其实把大部分的钱都捐了。就那女的捐了很多钱，所以真的是女性楷模。我的人生目标也是得一大笔赡养费之后成立一个写作基金什么的。对，我觉得做出贡献就是，但是我就觉得这个男的，因为他还是动用了很多的媒体资源，就是包括因为他自己是出轨嘛，然后就是去美化他出轨或者掩盖。出轨了谁的闺蜜？对，他出轨了他的朋友的老婆，好像是。所以我觉得这对女性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拥有的这个话语权会更多一些。人家女性他老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一直没有说什么嘛。我觉得这也是体面的这个方式，就没有撕到特别难看。但是我们娱乐圈呢，其实现在越来越狗血呢，很重要一个原因其实是舆论环境对他们来说严酷。这说的对，因为严酷使得他要撒谎。
其实越严酷的情况下，他越要撒谎，越要伪装。越伪装，一旦伪装戳破以后，就特别狗血。所以我们很多所谓人设崩塌，也是因为现在舆论压力特别大。再有一个，社会本身也越来越狗血。还有好多，我有时候看点这乱七八糟吧，个个狗血，个个你看着就没逻辑，个个你觉得这事儿要是由汪海林大编辑编出来，大家都说瞎编，但它就是个真事儿。对，今天就是这种类似瞎编的真事儿越来越多。哎，我的一种心理，我问问你们啊，就是说我私下里也爱八卦，说这个说那个的，对吧？但是我这个底儿是什么啊？我从来没认为我说的是真的，这就是我的娱乐，你明白吗？但是我意识到，我周围有些人呐，包括有时候去小饭馆吃饭，我听旁边那人桌说那桌说啊，说哎这饭明明就怎么着，里边就怎么，哎，我听着听着，我觉得他是真相信呢，就他真以为是他分析的这样啊。我虽然是使用着这些个名字，但对我来说，这不就是个段子吗？是一种聊天高兴。对，我不就遇到过，我就跟你说过嘛，就是我有一次拍广告的时候，我被人认出来了，然后呢，他们就在那议论说，哎呀，这谁呀？说这蒋方舟你都不认识啊？说蒋方舟是谁啊？蒋方舟北大才女，现在跟窦文涛在一起。然后我当时我又在拍广告，我又不能说，哎呀，也不是，你知道吗？我终于觉得我的节目值点钱了，还能产生绯闻。他其实说的非常确凿，就当着我说。对，他认为他就是就是这你都不知道，你知道？对，所以我为什么说啊？我觉得我现在在这个舆论混乱的环境下，我有时候又变得像这样，您能理解吗？就是说，我有时候不相信人私下里说的，我相信他表面的声明啊，这也是一种情况，你知道吗？因为你比如说啊，一个大家这个娱乐八卦报道说他是怎么回事，他怎么回事，这东西谁都不要负责任。但是呢，如果一个有头有脸的人，他出来发个声明。他这个话呀，我觉得啊，他得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话可以说的有技巧，但是将来不能给人家逮住。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我反倒宁愿相信那个表面的、官方的，他官方哎，就是官方的、公而告之的，因为那个你自己公开打脸。那倒是美国有个学者呢，他政治学者，他写了一本书，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叫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我们吃瓜群众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想象的共同体，所以娱乐圈的故事，它的真相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就是我们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共同创造、共同完善这些狗血的故事，所有的人都可以参与进去，而且互联网时代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发表意见，包括您说的那个，包括我看到林志玲这个结婚以后，我也换成了岳云鹏的导航。对。那明星配合这种想象吗？就是为了明星配合这种想象。我觉得是在配合，有的时候甚至有意的迎合这些想象。所以它也是现在商业社会就是娱乐化、商业化以后的一个新的现象。很有意思，它是一个互动的关系，就是去迎合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他们这个能看出来，你看他那个发表那声明啊，你要逐字逐句的。我现在是懒得惹事儿，过去啊，我就逐字逐句的敲他那个话，分析他那些话啊。什么我们不是过去的我们依然是什么？还是我们啊？你要如果正常的事儿啊，你要向社会宣布，理论上讲你可以不宣布，你宣布是说我们今日离婚，将来依然是朋友，就很简单了。对吧？现在都说的，你发现很多流行的话呢，都是从这儿声明中来的。比如过去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话，叫“且行且珍惜”，对吧？您就熟。且行且珍惜这话，根本好像我印象中宋朝也不是什么文献上就有这话了啊。但是他抄下来以后呢，这个话过去没那么流行，一下就流行了，所以都且行且珍惜。然后这个什么我们不是我们还是我们，就这个句式，现在我看到那个网上到处都是来套用这个句式，丰富了汉语啊。对，那么在这点上，你就能看出来，他们发表这个声明的时候呢，要利用这件事儿，是吧？他把它非常的文学化，然后有头有尾，加上了很多幻想空间。对，而且写的呢，传播性很好啊。对，好说的好，你看这个就传播性很好。然后呢？半长不短的，他还不给你啰啰吧嗦写特长，他也不给你就写一句话啊，他给你弄的那个恰到好处。
所以这个传播像他们这种结婚离婚的这种事儿都是过亿的嘛，那肯定点击都是过亿的。我觉得都在玩火。我不是说这些明星在玩火啊，我是说他们已经不得不了。就是你知道，就可能是这岁数越大，这人越倾向于这个保守啊，相信这老辈子人的一些道理啊。我真是觉得，其实很早以前我就觉得，现在咱们说谁火呀，我第一次听见这个词儿，我就觉得不吉利。我就说现这个年代就说，哎，火了，终于火了，好家伙！你比如，甚至于有时候觉得特可笑，有时候你看一剧组啊。播了2集，先是剧组内部造这个气氛，火了吧，好像火了，你知道吗？太傻了，但是有的可能光机就真火了。我就说这为什么不吉利？火了是什么意思啊？那你不就是烤鸭了吗？就是控制不住了。你下边你不就是你火了之后，你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命运吗？你不就是在火上面烤鸭吗？然后呢，所以我就说我说玩火。就是我就说了，像那个行星那么大的体量，你到字斟句酌，然后呢，你想在这个里边谋利，可是我觉得这个真是需要诸葛亮一样的，诸葛亮都玩不赢啊。那这面对着这么诡谲多变的这个互联网啊，这个民情舆情，你真以为你是弄潮儿，你能？所以我们中间这个舆论。这个发酵啊，它经常有变化。之前呢，比如说出现了出轨的事儿，出轨事儿呢，那么这个主人公的这个太太的态度就非常重要。他如果不原谅这个男演员，就下了。他一出来说，我原谅他，我接受他，基本上舆论就平息了。就是人家媳妇儿都不管，你管了，你瞎操心干嘛的？所以很多时候呢，就用这个方式，就是做太太工作。比如说经纪公司剧组得做太太工作，安抚好。那么后来呢，有些时候呢，又发现，比如说女方出轨了怎么办？然后呢，后来说他们早半年前就离婚了。那离婚了就不叫出轨，那么也就。经济损失就被挽回了。你如果说，那是不是民政局呢？是不是半年前就离婚？那不一定。但是你只要把舆论压下来，那你经济上的那些问题，比如说合约问题，你还要赔偿呢，那也就没了。所以我们现在，所以我说我是一个反八卦的一个人呢，我就看到的所有八卦，我们多少了解一些后面的情况，就说这个是什么原因。我们都知道这些信息后面有些是猜得到它是什么原因。那既然那么复杂，当初为什么轻易结婚呢？结婚有的时候也是从利益的角度，就是可以看到很多成功案例，就是原来他挺红的，他也挺红的，但他俩一合以后更红啊。这个就是甚至携手走学，对，那价钱可不是翻1倍的问题，对吧？部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因为他这个就是用现代话，他突破圈层了，就是原来是娱乐新闻，他现在还可以进入到比如说社会新闻，还有比如说家庭类的他身份也更多元了，对。你觉得他们真希望更有名吗？我觉得是的，没有一个演员是不希望有名的。我可能也可能要我要说，那肯定人家骂我装，你说这骂就骂，但是我自己真心的想法就适可而止。真的，我已经看到了这个无比的凶险呐。这是日子过得可以了，对吧？虽然咱也没什么资本，这1-2年还对吧？我现在真的觉得怕出名啊，说害怕出名啊。我原来有一次跟那个尔冬升导演吃饭，然后他说我特别感触，他就是说，因为他从小演艺世家，然后家里全是演员，他说他从小就进入演艺圈，他见过所有上过这个到过山顶、见过巅峰的人，很少有善终的，就到了后面就是疯的疯，惨的惨，有的他可能是接受不了这个，他稍微有点下滑，然后就会疯狂的扑腾，越扑腾越下滑，所以到后面他说晚年很惨。他说像他这样，他说他是自认为一辈子没有登过高峰，见过山顶的人，但是他说你看我现在还有饭吃，还能拍戏，然后还能提携底下的这样的导演，他就觉得这样的日子很好。然后我当时就想啊，我也要做一个稳居2线的人，因为这样我觉得见过高峰的人，就是我觉得真的很惨，因为他接受不了他往下滑那么一点点，所以我觉得这心态还挺可怕的。
哎，真的是这么回事儿。你说，你比如说像你说的这个哈，好比说明星找明星，我现在听了你说的，我开始相信，就是说他不可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我原来甚至可以简单到，我认为最早就是2个人相爱，跟普通人一样。很多资本的问题，什么的问题，这是后来才考虑的事儿。第一，总是我们相爱吧。你的意思好像还不一定都是这样，因为有很多成功案例，你以前我们最早知道的，像山口百惠跟山本有和的关系，他确实对，因为他俩在一起，他是一个国民关注的一个国民现象，全国人民不允许你们俩分开，对，就到这个程度了。你要这么说，甚至于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没准儿他们俩也可能法律上是没有抄袭这个概念，尤其是到古代的时候。法律概念当然钱是结果了，因为可能判多钱、判小钱哈，那是后果。那真的会成为一个问题哈，甚至法律是因为有权利。像有人不需要赔钱啊，你赔我1块钱很流行嘛，我告你诽谤，你赔我1块钱，然后道歉。那所以，我刚听汪老师，我就其实蛮想追问啊，钱当场付了，一个麻包袋500万丢过来哈，可是又兼不道歉哈，你说没有道歉吗？没有道歉。这个姿态是什么呢？那原告很明显也放下来，没有放弃，应该在申请这个强制执行。要他道歉。当时你在法庭上有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法庭是这样，我跟琼瑶老师不认识。我只是在一次那个活动当中，论坛活动当中，有港台的这个艺术家都在。我发言的时候，我就说我们最近发生这么一个事儿，这个琼瑶老师的作品被我们这儿人抄了，内地的编剧。我说虽然跟我没关系，但我代表内地编剧呢，向你们台湾的这个编剧表示歉意。道个歉。编剧协会副主席嘛。对。我们呢，也关注这个案子。所以人家就注意上我了。我个人就是我不愿意卷到这个是非里面去。是，说实话，这个事儿真的跟我没关系。后来人家找了我好几天。更重要的是，有一天晚上我也不知道是谁，有人打电话叫我不许接这个事儿。他代表了某一方，就是说如果你接会有什么什么不好的、不利于你的。然后接完这个电话以后呢，我就决定接了。然后呢，后来就出庭。那个法院像一小舞台，咵我就上去了，就溜溜的9个小时，我就坐在那台上。我天哪，审谁呢？这审一天，这个程序之繁琐，因为他那边有4家出品单位，就是涉及的权利单位。对，然后呢有9个律师。因为他代表他们那个，所有的问题，他4家加上于正本人，大概有五方，所有的问题就说你认可吗？你认可吗？这5方都得表态，任何一个问题就是说，对方这个任何一个小事儿都得5方全部表9个人啊，这程序我上午就闷死不行啊。那你也可以刷手机吗？不行啊，我得坐那儿，等中午吃完饭，下午。后来整个下午就在审我一个人，这原告、被告双方的律师都在问我所有的问题。我印象很深，就是我当时我还说我还得回家接孩子呢，就去幼儿园就不行了，走不了了。您一直是这个到了天黑，审到天黑啊。中间这个法官和这个陪审员问过我几次，就你说的这个问题。您认为这段戏是表达还是思想？这是一个关键。对，您认为这是表达还是思想？但是这个表达和思想这是非常专业的，就是著作权法里的概念。所以一开始我没有完全明白啥意思。他说，我说到思想，我说我认为任何作家都不会在他，包括于正，不会在他的作品里会淫会道，不会的。我认为从思想层面上来讲，后来才知道人家是为了搞清楚这个地方是不是侵权，不是问你那个思想，主题思想，主题思想，对，是这个问题。总之就是后来我上了法制进行时了。所以我从这个案子啊，就要不说，我真是学到一些。表达是形式，就是思想本身不受保护，那么包括其中，比如说方法，对，也不受保护。你就说我发明了一种方法，这个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于是，在导演
这个工作很有意思，导演的蒙太奇其实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你像吕克·贝松跑到中国来说，你们中国的导演怎么回事？都抄我镜头，没事儿，你没法告他，因为他是蒙太奇，就法语就是主接的意思，就这个镜头接那个镜头，这种方法我可以随便用。但是你看，我就想起他这个事情，你猛一听啊，觉得好像很简单，他抄他的嘛，但仔细一想啊，法律上很复杂。就比如说那个卡梅隆，就曾经有一次，他就说有一个导演，他说那卑鄙是吧？这是为什么呢？他拍的《终结者》，好，那个导演说你抄了我一个电视剧里边其中2集的东西，实际上唯一能说的有点像的是哪儿啊？就是头3分钟。头3分钟就比如说是2个机器人还是2个什么人呢？从未来回到现在。说这个是我原来剧里有的，你卡梅隆那个终结者，你头3分钟你也是从未来回到现在。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这个电视剧里有个机械手啊，那个是半透明的，跟你这个终结者里边那个机器人的那个半透明的那个构造有点相似。好，我告诉你，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赔了他40万美元，而且呢在那个联合编剧里就写上他名字。但是呢，就是一方面卡梅隆就觉得说这人是个恶棍，说你就明显这根本没有关系，但是你为什么又愿意这样呢？就是显然是估计了一下，真要打官司，这也不好说，就是很麻烦。所以我们国家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如果产生著作权层面的纠纷的话，这个戏先停播，你们先解决完纠纷再说，这损失就大了。这损失就大了。所有的剧本上的纠纷都是著作权层面上的。而且有些不容易证明啊，哈，就是他有计算要不要赔。像海明威《老人与海》，对不对？这么多年的经典，的他出来的时候就被告啊抄袭，抄什么呢？那个人说那是在一个 party 上面，我们喝酒，我跟海明威，我跟你讲过这故事。哎，海明威先生，我在哪里看到那个一个老翁钓鱼什么什么跟鱼搏斗什么啊？所以你后来把那个故事写成小说，你抄我的就告，要求赔偿。那海明威事后他说，当然没有啊，我没有抄他的，我自己也出海打猎，出海捕鱼，到处打猎什么哈。他说还是赔了出版社。就不想跟那个恶棍纠缠，他阻止我发书要下架什么，也是赔了一堆的美金，完全这样计算嘛。假如他妨碍你那个上片，后来他说海明威说啊，原来后来查出那个恶棍，这是恶棍，当时他刚好生意失败，缺钱用，破产，所以就这样。但是你说就现在你要讲这个抄袭这件事儿啊。我就觉得咱们这个互联网里，你看这些个自媒体，你最近注意到没有？我经常发现大同小异的文章，这个叫洗稿，这叫洗稿，对，这个专业名称叫洗稿，这个不是抄袭，就是它其实洗稿就有一种最典型的，就比如说这个一个人他就是采访了很多的这个有很多原始材料，写了很多采访，但他可能名字不太吸引人，名字就是什么什么纪实，然后就被一个自媒体大号，然后他就把这个所有的一手经验都来自于别人的采访，换了一个名字，谁谁谁的情人啊，她既然是这样的女人什么之类的，情人去她的房间惊呆了，就换了一个这个很耸动的名字，然后就变成10万加。就这个东西，我觉得洗稿为什么这么普遍？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那个自媒体号，它这个产量实在是太大了，它每天都要出稿，还有一个就是被抄袭的人，他跟这个抄袭的人，他确实是玩不起。你不断的纠缠，要求对方道歉，你要怎么样？这个时间成本实在是太大了，又不像一个影视剧有那么500万可以赔。那这个很多人被抄了，就想，哎呀，算了，就当这个稿子被洗了。你看，就你刚才讲的这个，就不肯道歉。其实你发现没有，近些年以来，包括学术界的。很多这个行为就是被拿出来之后啊，可以赔钱，但是不爱道歉。为什么不爱道歉？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过去学新闻史，在美国有没有抄袭的？有抄袭。你比如说像当年《纽约时报》有一个布莱尔，最后被人家揭出来36篇报道都涉嫌都不对劲，没采访这个人，就愣说采访这个人捏造嘛。当时是什么？《纽约时报》把这件事头版头条登出来，然后总编、副总编辞职。然后这个人就等于你甭混了，对，你根本也永远不可能享有原来这样的地位和名声。但是为什么
我这个关于道歉，我还有抄袭，我见过最无耻的是看到一个也是这种自媒体号，他抄了一个另外人的文章，被人发现了，就要求写道歉信，他就写道歉信，结果这些道歉信都是抄袭的，这个道歉信直接是抄我朋友的一个公关的一个道歉信，就他连道歉信都是抄袭的。但我觉得这个确实不愿意道歉，就因为这个在中国人的理念里面，好像这个抄袭是一个道德问题，就包括是一个污点问题。你提到郭敬明，你可能大家就想到啊，这个抄袭。他到现在也没有道歉，也没有道歉。他赔钱了吗？赔了，也是当场就赔了，赔20万，好像当时是。对，当时也是一个挺大的数，作为小说抄袭来讲，而且他抄完。这个判他输了以后，那个马上中国作协就把他吸收进作为会员了。对，而且有一种很常见的，我也想跟汪老师讨论，有一种很常见为他辩护，就是说，好，你这个被抄的东西它不红，但是抄了的，它红了，就说明这个抄的人他比你被抄的人还有质量。就很多人粉丝会这样辩护。于正还那个什么呢？因为我呀，宋方金啊几个编剧经常会批评他，然后这个于飞经常批评他，于正就还反击。说你们什么时候能写出一个像我这样的红的戏呢？是啊，他说这个还有，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是利益共同体，就是这种作品，它后面某个平台，就是卫视平台的负责人还会说。他虽然抄袭，但他很努力啊，他也是很励志的。他这么多年，我说你这个干坏事儿励志，这不算吧？他勤奋，对，他勤奋，他人家抄啊，对他有一个团队，在帮他一起干这个事儿，你知道吗？就是抄袭他有的时候，我得说，不是100%都是他本人抄的，他有但是呢，他教给他们抄的方法，那么他的徒子徒孙就开始又抄别的作品，现在出来，比如说有一个叫《锦绣未央》这个戏，抄了200多本书，这个连黄奕也起诉他了。当时这些作者他们有一个这个这个义务帮他们维权的，有一个女孩找到我。他说：“您能不能看一下这个作品？他抄了200多本书。”我说：“这不大可能啊。”我说：“抄200多本书也挺累的。”结果一看，真是。他说：“但是这些作者呢都很穷，没钱，要让他们出来起诉呢不容易，要说服他们，有时间什么的成本各方面。律师，我说这样，律师我帮你找，钱呢我去找编剧们募集。”嘿，我们有几十位编剧，有很多是国内的大编剧，都出了这个钱，诉讼费、律师费都是这些编剧出的这个钱。现在还在打这个官司。哎，那王老师，这个你说，他也有人说，比如说情节啊，那有人好像我记得谁还说过一个狡辩什么的。那我说都是抄《红楼梦》的，是吧？这琼瑶、张爱玲什么的，那都抄《红楼梦》的，那又怎么算呢？对，这个其实呢，我们就说《红楼梦》还是抄《金瓶梅》的啊，这个就是说言及思想还是表达了啊，这就是思想和表达的关系就在这儿。就是说我在琼瑶诉于正案里面，其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我们其实行业内也是这样，你抄人家一个小桥段吧。在戏里面，其实严格讲不算抄，就是你这句台词是抄他的，啊，就这样吧。就行业就是说，你抄就抄了，你一个小段落吧，没关系，抄了，或者你抄了他一个人物关系，但具体的戏呢，你是自己编的，哎，也就这样了，啊，这个你从创作自由的角度上讲，宽松一些好，但是你如果叫一系列有因果联系的情节段落都是一样的，就上过法庭的人说话不一样，你的因果联系也是一样的，而且它的这个连续性是一系列桥段，组合方式也是一样的，那你肯定是抄了。
对，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记得原来看过一个美国的法官叫波德纳，他专门写了一本小书叫《论剽窃》，他在那个论剽窃，他对这个剽窃的定义是非和就是双方意的欺诈性的抄袭，就非和双方意这很好理解，比如说你同意让我借用你，那没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欺诈性，就比如说我仿写《红楼梦》，我这戏谑的写《红楼梦》，我给这个人物甚至起名叫《红楼梦》，这没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红楼梦》不是我写的，贾宝玉不是我发明的。但如果我有欺诈性，我就说这就是我的原创，那就是剽窃。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这样的关系在。但是就是说你讲的是法律哈，但是比如说我现在想你要讲道德，哎，它其实有的时候啊，你要是按照最高的道德标准来说，我都觉得那我也很丢人。就你，但是呢，你比如说好比说作为主持人，我在这节目里讲的，哎，老实讲，大部分的话都是人云亦云，都是看的别人的，对吧？但是呢，我不可能跟你说，哎，这个家辉是吧？这个相对论里是这么说的，哎，这个那个蒋方舟的某本书里是这么说，这是我这节目没法说了。于是呢，很多时候其实我就是当我的话说出来了，哎，我就说咱不讲法律，这并不违法哈。就从最高道德标准上，哎，我说了个金句，观众佩服我，觉得文涛思想真深刻。我其实，在严格的道德上讲，我也是享受了。但就是抢了你的荣光啊，明白这意思吗？是他的智慧啊，但是大家都当成是我说的。但是这个有一个案例跟您说这个不行，你有没有挣钱？你有没有靠这个挣钱？挣啊，他有啊，他有啊，我又不是公益节目，而且是挣大钱。这事儿江南有，他不许告我啊！江南有个小说呢。体间的少年，他是用的金庸的全部的武侠小说的人名写大学生活。那么这个小说后来金庸告他，他就道歉了啊。那么这个差异呢，我也经常跟别人讲这个问题，就是网络小说一开始，因为互联网精神是分享式的，免费的。对，我是他的我是一个同人创作，就是我喜欢这个作品，我仿照他的风格。用他的人物，我创造一个新的故事，同人创作，不侵权，因为我是分享式的、免费的。当他开始出版赚钱了，金庸才找的他。哦，牟利就是告你，你得把钱给我，你这是从我这儿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可是汪老师，假如用金庸这个例子，能不能这样看？其实他在网络同人分享的啊，假如金庸要告，也是可以告的。可是因为他知道你那时候还没有赚钱，所以我告你浪费我的钱。金庸放长线钓大鱼，你也赔不了我多少钱。所以不表示说当时在网络上面他没有违反什么原创保护的条例，而是没人去告哈。所以这个就回到方舟说那钱的问题，另外要权力的边界问题。像我们都知道美国那个霸权产业哈，到了一个什么地步？以前很多类似的案件，有一个听起来就很荒唐的，那个好像迪士尼还是哪个公司哈，那个一首卡通的歌。然后呢，在美国一个小地方，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晚上迎火会，在旁边围着在火唱那个歌。唱完那个歌，卡通的歌呢，旁边不晓得谁呀，住着迪士尼的经理听到，哎，他们没有获得申请，预先批准，就唱我们那卡通的歌。一群小朋友跟几个老师发律师信，可是呢没有告他，警告。我们发现你在几年几月晚上10点半，带着一群人在那边没有预先获得批准唱我们的歌，我们保留告你的权利。那这样人家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就大家就怕啦，不敢所谓侵权啊。从他的角度，我不是为了针对你，我为了保护我自己，警告杀鸡儆猴。可是从文化创造的角度来看，大家就不敢啊，不敢再去演绎你的歌了。那么，比如说我们以前看电影啊，外国电影，去电影资料馆看，啊，它不是公开的商业性的行为是可以放的，它没有版权的情况下，非商业的是可以的。包括我们一些戏剧演出，你拿到境外的一些版权，你不卖票是可以演的，你卖票就侵权了。
这是一个明显。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事儿啊，就特别难以分辨。比如说这个问题，为什么抄袭这个问题，它是个哲学问题，甚至你比如外国有的文化研究学者啊，他甚至提出，方舟有时候爱用这词儿叫互文啊。后来我才弄明白互文，他就说人类社会某种程度上讲，任何一个文本对都是以往无数文本的这个就有一种交互关系吧，就是你很难说你的某个想法、某个表达跟你以前所看过的东西没有关系，只不过这个关系有多具体而已，对吧？你就好比说，哎，汪老师，你就敢说，比如说你写了那么多几百集的这个剧本，那这里边的桥段、情节、人物设定，你写的时候你没想到过从哪儿拿一个过来？这正常的。就是你借鉴别人的创作是正常的。你比如我理解就是说，你要是原样这段话，咱查一模一样，那你显然是抄的。但是很多时候呢，它不是原模原样，对，它是情节。比如说啊，它虽然这个人物这个是近似的，比如说都是2战的时候一个女护士最后怎么样了，他说但是呢。他在写这个女护士的时候啊，女护士的性格跟你那个不一样，女护士的做人跟你这个不一样，那只是这么一个设置上的一样，这也不算剽窃。对，所以文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叫影响的焦虑嘛，就是说其实很多作家都是在别人的影响下开始写作，包括说很多的这个作家，你看他们的处女作，其实都是模仿，这模仿甚至都到了抄袭的程度，就是因为就是一部分的原创性和创造性就是来自于模仿。然后我觉得所以还有一部分原因，我觉得为什么这个东西很难界定，就是每个人的经验都是有限的，就是我们怎么能去制止说我不去借用你的经验？这个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小说家很有名叫麦克尤恩，他之前有个小说叫《赎罪》，后来被改编成电影。他这也引起一个抄袭的一个争议，就是因为他那里面有一个女主人公，就是有一段关于2战的描述，他们就说他这个关于2战的描述跟一个2战亲历者的女性的回忆录是高度相似的。所以就说你这个是抄袭，但我觉得这个我也挺替麦克尤恩叫冤的，就是因为他确实是没有实际的体验，他没有经历过2战，那你这个资源怎么去获得？你必须借助其他的文本。所以我觉得确实大家如果对抄袭的这个边界定得越来越宽的话，很多作家的创作自由会受到限制和影响。但是这个跟人的这个本身的道德感有关。你比如说夜宴，那个电影，它的故事来自于哈姆雷特。对。那么就我知道，当时是有他们那边的人吧，问我说你是中戏毕业的，我们这个版权找谁买？哈姆雷特这个版权？我说这是莎士比亚写的。他说对呀，莎士比亚有没有后人？后来我说莎士比亚是这样，我说现在无法论证这个人确实存在。哦，那我明白了。我说我认为他是一个公共版权。第一个他已经死了超过那么长时间了，我们一般是有一个时限，50年，死后50年。那么在国外呢，哪怕长一点，他也早超过了。我说可以用，这就说明这个导演也好，他们公司也好，他们是有这个版权意识的。另外还有一些作品呢很复杂，就很有意思，就是你比如说像满城尽带黄金甲，对，他的故事来自于雷雨。对。那么他父亲后妈的关系和孩子的关系，就是雷雨的人物关系，有没有版权？你看影片里面字幕里面没有。但实际上，据我所知，是找曹禺的女儿万芳买了版权。但是呢，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是版权人要求不要写在上边。就你别说我希望保持我原来版权的那种纯粹性，但你要用，你就用吧，我授权给你。那么这种授权是比较复杂，也许没收钱，也许收了象征性的钱。这都有可能，这就是人家的情况不一样，你不能就指责人家，那人家可能还有保密条款，人还没法跟你解释，说你是抄雷雨。我自己也碰到这种事儿，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这个雷剧的那个创作者，对，一起来看流星雨。雷剧，他们老说那个白玉聪是网剧一哥，我说我是雷剧一哥。然后这个戏呢，实际上来自于大家都知道是
台湾的《流星花园》，但《流星花园》的母本呢是日本的集英社的，叫花样的男子。那么当时这个老板要做这个戏，我说你不要去找台湾买，你直接找到集英社买这漫画的版权。老板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回来说没问题了，海林，咱就开始弄吧。人家决定授权给我了，我们弄到一半开拍了以后，日本那边发函来，就说，哎，你们怎么就开始拍？他说我不是跟你们说了我买吗？日本人比较规矩，我们老板就飞过去以后，8个律师在那一查有备忘录，说要卖就卖给你。他说行啊，你们开价吧，我买啊。日本人说对不起，向他道歉，说我们这版权卖给韩国人了，有排他性。那不行，你们答应卖给我，我这已经开机了，要不你赔我钱，是吧？然后日本人说这样行不行？你帮我一个忙，就是你拍，你别叫《流星花园》，你也别叫《花样的男子》，那行，你也别叫 F4，那注明是 F4吗？对。他说这不行吧？他说求求你，你帮我忙，我不收你钱，你随便拍，但你别叫 F4就行。那老板回来问我，海林，这不叫 F4行吗？我说可以，叫 H4。我说不已经拍了好几天了吗？口型都是一样的。H，就说 F， 就这么变成 H4，这个戏就是这样。所以老有人就说，万里你是不是抄袭？我说我没法跟你解释，这个是有保密条款，我估计现在也保密期也过了，韩国人估计也不再追究了。所以这个要深究啊，它很复杂，最后你还是得尊重法律，到法庭上9个小时慢慢辨析。对，所以我一直说呢，这种侵权的维权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他要有苦主出来，咱别没事瞎替人家维权，人家可能愿意。人家私下又怎么回事？你们，所以就出现过，比如说，当时唐人街探案嘛，就是他们，这个陈思诚的第一部那个唐人街探案，现在到2了吧？就有一个作者的名字署名就数到后边去了，那么就有别的编剧替他维权，说你不能把这个作者，人家是编剧啊，你为什么数在那后边？结果那人自己出来说，我愿意。架不住我愿意啊，是吧？我说这事儿咱就别管了，人家愿意的事儿。可是那个巨人老板当初也蛮大胆的哈，对，根本合约都还没签，对啊，怎么就开拍了？他应该是得到很肯定的答复。你是不能说闲话一句，是的，我也觉得是这样。这我跟你说，这就跟我们的说的这个中国的具体情况啊，这个有关系。我是觉得，当然咱不是说这个很复杂的问题，咱就说是很明显的这个抄袭啊。我就是你刚才讲，我也是觉得为什么不爱道歉？上次跟他们徐老师文道也经常讲，就包括中国的这个学者被人指控抄袭，都不爱道歉。我能理解，或者说我不能理解，我能理解我能理解我啊，就是说，因为我现在发现呢，你看啊，我们对一个某些行为啊，有没有公愤？有的。你们编剧协会，那当然你们编剧有公愤，但是要照我感觉呢，好像公愤不够大。我有的时候是觉得有点浑浑噩噩的。你比如说我假想说我是个网友，我也不是你们这圈里人，我也不管，对吧？好，都说这个他抄袭了啊，那他没道歉吗？甚至他叫广州话叫应景啊，这怎么难给？我没有，哎，我这个不明真相的群众啊，我就比如说，本来我是他粉丝，反正他都没承认，你们都说，你们都骂他，对吧？那这事儿至少我是个稀里糊涂，对不对？我不会对他有愤怒。但是呢，你看，如果真的道歉，为什么不能道歉呢？他道歉比500万还贵，这一道歉呢，提醒了不明真相的群众，你明白这意思吗？我就觉得咱们这有的时候他就有点浑水摸鱼。你看很多骗子大忽悠都在我们周围晃悠，不是你们我周围没有啊，都在他周围晃悠，你发现没有？仍然可以保持着尊严，社交场上的面子，大家好像不大有所谓，就是我只要不认，我的支持者就在，我只要不认，专业圈之外的更大多数的人
就浑浑噩噩啊，还可以吧？他又拍了个戏，过几年我没抄，有个小说火了，哎呦，这还是大作家。过去中国人也善于忘却，你发现对过去的事情了，谁知道是怎么回事？比较极端的是，这个戏，于正这个戏被判输了，出审判权，然后电视台抓紧时间又播了2遍，因为你的终审判决没下来，对，他知道这个戏肯定完了，但是他抓紧时间再播2遍。我们环境现在是这样，但你要说同仇敌忾，于正这个事儿，有一个139个编剧的联署签名，要求严惩他。139个，琼瑶跟我说，他看到这个名单的时候，眼泪就下来了。他知道还是有公心在嘛。琼瑶阿姨就又爱祖国了。对。我觉得，因为大家是不是都有一种心态啊？包括我自己也是，就一个人如果看到他成功，就会琢磨，觉得他一定是做对了点什么。虽然我不知道，但是一定是做对了点什么。那别人就说，那他无耻他才成功。那有的时候我也会想，那我还做不到他那么无耻啊。那有的时候中国人也是有菩萨心肠，所谓的菩萨心肠，就是说他也不容易，方方面面的压力，对吧？那么短的制作周期，投资方，对吧？他这也没办法，一时之间写不出来，等等，好像我们就变得可以接受，可以原谅。就我们就喜欢为弱者找理由，为成功者辩护，就是所以这个很容易就造成善恶上的一种模糊。你这个替他辩护着，自己其实也模糊了。这里可能还牵涉到另外一个相关话题，到底我们对专业有多么的认真对待，对于诚信还有 integrity 表里一致是要求很高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是那个专业的基础。因为假如你是医生，你没诚信，我怎么信你啊？那跟生死有关系了。我明明有病，你告诉我没病，或者我没病，你告诉我有病，把这个专业的部分看得很重要。为什么在另外一些地方，可能你破坏的诚信还是可以，你刚说大模大样出来什么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到那个专业精神的地步啊，他不觉得那个专业诚信跟专业有什么那么致命的关键的关系嘛。所以就像汪老师刚说的那个例子最好啊，反而是抓紧这个时间重播2次啊，对不对？那个口碑、那个点击率、这个市场收视率才是王道，才是重要的哈。所以才会说这个其实蛮悲哀的。为什么在某些大学抄袭了，你还能继续讲课，再继续讲课，甚至跳到另外一个学校就好。其实反映的是什么？而且我们对于这个学术研究，作为一个专业，还没到那个专业的地步来看它。你看，我就是属于这种专业外的不明真相的群众。我发现我对这个社会里的就是好像人和事啊，我就是有点爱恨不清楚。就是因为一想这事儿，反正我也不大了解，完了人家也不承认。恐怕有点内情吧，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好像也不能就是去谴责人家。我有时候会，而且呢，还加上更大一层时代背景的混乱因素，就是到了互联网的世界，你知道吗？就是你比如说那天有个人跟我说，我听着我觉得也挺干嘛的，我就爱憎不明，就是他搞这个培训班，就像你说的啊，教他手底下就是他一个团队几十个自媒体。你知道吗？他说我一个月能挣10万，他说多的能挣30万，就干这个洗稿，就是你说的，不但是教你怎么洗稿，而且还有推销软件。你知道这个软件叫洗稿神器，我从来没听说过。就是说你把软件这么一弄啊，咵一下，首先10万加的文章全来了，然后呢，这个软件啊自动替换同义词，就把你的词全替换，于是这个文章看上去呢。就是这个稿就洗出来了，他就是弄这个。后来你看，我也觉得，我说现在这个互联网有什么是真的呀？不都是乱七八糟，写来写去。包括你看，我就说，包括这个互联网，那天我还说呢，我说没问过我本人的，都不要相信互联网上我说的，那都不是我的原话，你知道吗？就是我为什么要声明，倒不是因为怕别的，我有时候涉及到了这个朋友啊，或者是同行，我没这么说过，你明白吗？但是这种事儿呢。这就很头疼，你要不要跟人解释呢？你解释吧，人家说，嗨，文涛，你看你这矫情的，这么点小事儿，这网上的话谁信呢？对吧？你不解释吧，你就觉得人家会不会上了心了，觉得你是你骂我吗？还是你知道吗？就是
所以我整个你看，我就像这不明真相的群众，我就觉得看不清是非，而且甚至我就又进一步想，就找了很多理由，比如说，哎，《红楼梦》曹雪芹都说了，假作真时，真亦假了，包括。就中国文化当中有一个这个东西，你比如说你像吴昌硕啊，就是这种大画家，很多这样的故事，就是说有个人拿个假画说，哎，我刚买了，您给看看。哦，他给提几个字，然后说明明是假画，您为什么要给他提呢？说啊，人家也是生活嘛，不容易啊，人家这个那也是花了一笔钱买来，我给他提几个字儿，那不就真的是我的了？哎，那就他救了一家人的生活呀。你说。这是一种什么逻辑呢？就是您刚刚说软件的问题啊，是这样，现在确实有一个抄袭软件，网络文学里面、网文里面有很多，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小说里抄了200本书？它是有抄袭软件帮你摘取。那么这种情况我们注意到以后，我就跟这个琼瑶案的这个律师王军律师，我们一起做了一个提案。给了这个政协委员王信东老师给递交，去年递交了，要求把这个抄袭软件定为非法软件，因为你以后他们可以脱责，就是我买了一个合法的软件抄的不是我抄的，他可以逃避这个法律惩罚。现在就要想办法把这个软件本身定为非法的，啊，那么现在可能也是看吧。哎，王老师，你是真的上过法庭的，在中间坐过9个小时的人啊，我问你，就是说。就争议那么复杂的这种抄袭剽窃的案例，是不是最终法律都能闹得清楚？能闹清楚。那些法官应该说非常的严谨和认真。他们虽然不是这个专业的，我看有没有我帮助，他们也能判明白。他们每一场戏都看了，2个文本之间的对比，他们对比非常清楚。所以这官司打了19个月，好像是说是。对对对。然后呢，只是某些问题他们会要得到专家的印证印证。哎，他就比如说有些戏，他那个我告诉他，举个例子，有什么好玩的戏？比如说他那个戏叫梅花烙，另外一个是那个宫锁连城。宫锁连城，那么他都有一个，就是那个女孩吧，这儿吧有一个胎记。一个写法是胎记，一个呢是琼瑶写的好，就是他是拿那个烧红了那个梅花烙烙了一个，就这孩子我现在这个我不能带他了，得留个印记，孩子小嘛，他就给烙了一个。于正写的是一颗字，那么后来发现的时候呢，都是打打闹闹，跟那个争执当中，衣服一撕开一看，哟，就我那孩子，都是一样的桥段。那我就说呢，一个是梅花烙，一个是胎记，但在戏剧功能上是一致的，可以视为是抄的。哦，你不能说我已经换了，不是的，因为有些角色他这个地方是嬷嬷，那个地方是一个小丫鬟，我说他俩的从人物的戏剧功能上来讲是一致的。我们戏剧上叫倒张的人，就是我说话我得有个人，其实是说给观众听，我找一个对象。这个倒张的这个人，倒张的这个人的功能是一致的，不管你是嬷嬷还是小丫鬟，他就好多是这样的类型。你要真正按照小说的那个抄袭的话，就没法比对了。那它确实是不一样的，确实不一样的。哎，这个有点意思，就是说，所以咱们讲这个思想和表达呀，我就不由得想起，要不说这个阿成老师说话挺深刻哈。我记得有一次他在讲这个一些艺术的现象的时候啊，他就讲。他说，包括人聊天说话，他说其实重要的不是这个人说话的内容，重要的是这个人是怎么表达的。这个东西最见功夫。就是说你想什么，您的想法是另一回事儿，但是呢，一个人区别于一个人的是你怎么说的。这个智慧，或者说这个里边，咱们往往很注重别人的想法。其实你忘了一条，所有的想法你都是通过他的某种表达。是的，而得到印象的。本质上讲，甚至是想法，不过就是真善美嘛。最根本说最大就是真善美嘛，对吧？但是你看这个真善美与假恶丑，它之所以构成你的特有的东西啊，全是在于这个表达。但是你比如说，汪老师，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假设说，当然可能现在《红楼梦》这些是属于全人类的那种财富了。好，如果我有一个戏啊，我把它的这个基本情节，全部改成现代装束了，
就是时装剧，但是故事都一样，对吧？贾宝玉、林黛玉名字改一改，故事都一样，这个算不算典型的侵权？它如果是一个有版权的作品的话，还是要看你表达的内容。你不能说它大的人物结构、人物关系和戏剧结构是一致的，就能断定它是抄的，不能，还要看具体的戏，一场一场戏。如果是你人物这个关系完全一样，我们也不能判定。哎呦，对，这其实也我觉得也看技巧。就其实还有一个说很容易跟抄袭混杂的概念，就是致敬。就是好多人他说我这不是抄袭，我是致敬。其实他说的有一些这个说致敬，我是认可的。比如说他电影里面出现一个桥段，你一看你就知道啊，英雄本色，或者是你一看你就知道是一个特别熟悉的一个这个戏码，你无间道，你会心一笑。就我觉得这个致敬是成功的。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还存在一个这个欺诈性的一个问题，就如果这个所有的观众都能够看出，哎，你是向这个东西去表达，你没有试图骗我，那我觉得就不构成抄袭。但如果你明明是抄袭，你还硬凹成我这个是致敬，我觉得这就太扯了。致敬其实后现代文本里面有很多是对经典文本进行颠覆、解构，我觉得它形成了新的文本。对，这种致敬是可以的。你像包括周星驰很多创作，他是对经典进行解构，还要看被致敬的人的取态如何。对，他要不要出来当？你愿不愿意被致敬？当苦主嘛？就像我印象很深刻，有一回来北京，我就好像瘫在那边椅子上面，就有个小孩过来嘛，就说小心葛优告你啊。那个葛优，他说有版权，葛优糖，对，莫名其妙的嘛，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真的注册了哈。但是葛优好像告那个最早传播的这个，好像还胜诉了吧？对，真的告他侵权吗？对，好像是。没错啊，看到这个，这是葛优独家的啊，都不能这么躺。不是他告的可能不是版权，他影响人的公众形象，对，影响人的形象，不是葛优告这个著作权。对。所以我碰到吴宇森，我就说，其实你笨了。当年英雄本色啊，那些男主角这样双手开枪，包括这样的，对，这样的周润发，这是这个倒不是他，这个算吗？精疲力尽，这是来自于新浪潮的一个著名影片，贝尔蒙多的。对，哦，这还不是来自西装披在身上，对，哦，这还不是来自吴宇森的，所以吴宇森也是向别人致敬的。那我觉得这个不叫什么，因为表演形态，他们有些人就比如说演员里面很多看哇，这个阿尔帕西诺这个动作特别好，就走到那儿突然自己拿手往自己裆这儿掏一下，他说这个动作特别好，我也要用，就是他们这种动作呀，什么那种，包括表演形态的模仿。是挺多的啊，这个很难认定是吧？这个没版权，这个没版权，这当然很麻烦啊。就像你说那个动作等等，最近几年不是不断有那些官司吗？在香港也发生过，那个某的发型店哈，你要给客人坐的椅子上面那个布。就是那个跟那个某个包包那个欧洲的名牌啊，那个稍稍相像，然后马上告，马上就说，哎，你不行。你这个标签跟我那个很像，完全垄断了。我后来没有 follow up， 没有跟进那个新闻，好像后来平反了。后来类似的案件在全世界欧洲都发生了，就说你打个格子，然后都被你告，你嘛，我那块布是打个格子，后来判出来说你不成立。那个不是你独有的，然后好像找出远古一个原始人的图案都有这样个打个格子哈，所以当你法律琐碎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完全对生活的创意造成了障碍。其实呢，你要是害我贪都不能贪，这你较真儿的说啊，这个就是遍地都是。对，你这个他们，所以也有些人讲，就要联系我们这个中国发展的历程来看。比如说作为后发国家。在这个初期，比如说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它经过一段山寨的时期、模仿的时期，就是说这也是一个正常的这个现象。但是呢，要不是现在开始重视，我就觉得有些时候你要简直满目都是。你比如说有个可口可乐吧，你有没有见过同样的一个罐，有个叫可日可乐的，它中间加一盒叫可日可乐。我还买过松下的那个开关，这是松变，变核的变，上面有一点。
我买过一个那运动品牌，然后它是那个，其实它是不是有个卡帕嘛，背靠背，它是面对面，然后叫靠吧那个，所以就挺多的。小时候也还买过娃哼哼，就是那种饮料都买过。所以我在说，当出现了特别复杂的情况的时候啊，你讲法律，我又要讲道德，我就会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不说就说可能我都不赶趟了吧，就是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啊，比如说您是这个学戏文系，我知道，就是哎，他就是觉得丢人呐。我记得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说你写了首诗，你是抄他的，哎呦，你太丢人了。就说哎，哥们是什么？我记得当时还有一句话，就当时我们同学那些伪诗文当中流行的，叫“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来行处行”。这是可能是乱解佛法了，就是说，哎，我凭什么要跟别人一样？我要走我自己的路，就是说，这种就是说，哎，您一个东西自己创作一个东西，这种骄傲，对，曾经是万两黄金难买的呀。有时候要看你的想达成的效果嘛。啊，钱文忠教授啊，钱文忠老师啊，讲唐玄奘、唐三藏啊，就是那个也引用其他材料说，哎，他那时候不是取经吗？取经那个回到长安、洛阳，然后翻译很多，带领好多人，有很多都是抄的，冠他自己名字，或者说把别人的东西放在自己，甚至从别人的易经里面抄一段。可是，在玄奘法师的眼中，没有关系，这些都是过眼云烟。我弘扬佛法。我跟你讲，你讲的特别好，它就是涉及到一个什么呢？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不是？就是古代真的不一样，古代甚至是讲究不要你的个人，去掉你的名字。对，我觉得这个就跟信息其实也有关系，就是说，因为古代为什么有些人他们被抄啊、被致敬啊什么的，这也无所谓。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当印刷技术不太发达，他的作品没有办法广泛流传的时候，你不断的被演绎，不断的被其他的作者翻译，促进它的流传。这个对于作者来说，你是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他不太在乎这个所谓的名，他只要我这个东西传播过去就好了。但我觉得现在就是可能一个是这个信息流通方式不一样了，大家都共享信息。我自己其实作为创作者，我本身对于这个抄袭，我本身这个界定是挺宽泛的。我记得9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小说很红，就是那个马桥词典，就是那个非常红嘛。对，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我当时看的时候非常惊艳，我说怎么能够用这么的这个结构，完全颠覆了之前对小说的结构。后来看到这个过了10年20年，看到那个哈扎尔词典，然后我就发现哦，它其实就是比我早看到了那10年20年，但是我依然很感激那个小说，就是总有一些信息领先于我们的人，他们利用自己的信息红利，然后制作出来一些东西被我们看到。就是我自己觉得，你可以批评他抄袭，但是我觉得对那个时候我来说，也是我能够获得的唯一的信息来源和知识来源。那是这个普罗米修斯啊，盗火者呀，对啊，我真的是这么想。从天那儿把火倒来给文明之火倒来给人类啊！好像是王菲，据说是王菲说过一句话嘛，她说：“假如当年没有那种盗版的邓丽君的磁带，不会有我今天的王菲。”当然，这不是抄的概念了，是那个版权保护的概念。不是，我这真是我又不得不这个情绪复杂的说，假如没有当年某一个历史时期风行的那些盗版呢，我的这个世界电影的这个阅历啊。那简直太惨了，对不对？香港有一阵儿就是好多影片都是翻的好莱坞的电影嘛，所以为什么古代、现代你一定得按照这个历史阶段来看。你比如说，咱们说到了这个近代吧，这个西方资本主义它为什么呀？它其实跟这个确定权利归属有关系。你确定了权利归属啊，人们就有创造的这个动力嘛，不都是这么解释他们的繁荣嘛？所以，而且我就要讲，有一次我跟我一个电视台的这个老同学，我就跟他聊啊，我就觉得像是怎么说呢？他也慢慢打开了我的接受。比如过去我会觉得，我说现在这节目。都是给人喊过的，当然他们有的是合法的啊，就买的，花很多钱买的。我说即便买的都算，我说你有什么出息啊？你自个儿中国人，你自个儿创造不出来一个，你去买人家的，对吧？你什么综艺节目，你自己不能想一个呀？你干嘛去跟学人家跟一模一样，有什么劲呢？我这哥们跟我来了一句，
有什么劲呢？没钱才没劲呢。哎，他说这个您把自个儿当谁了？您把您当艺术家了？您是什么大师吗？对吧？我们是一个平台，对吧？我们要输出观众喜爱看的节目。今天的世界这节目，他韩国的没准还是从欧洲来的呢。这个你思维太偏狭了。太偏狭了，但咱们把韩国的综艺节目都买光了，买光了不剩下，我觉得很寒碜。我觉得可以，你挣钱有点寒碜。这么大国家，你把人家的买光了，日本的 IP 什么的，咱都买光了，一个一个在那翻拍。有些公司他就买这些东西，日本、韩国买光了。这跟资本市场有没有关系？就是他们比较倾向于买这种他已经成功的东西，他觉得风险小。所以日本的编剧现在都特别懊悔，就是没来得及涨价就卖光了已经。所以说咱这个说了半天，并不是为了针对这个谁，说到底哈，还是为了扬我国威，对不对？咱们得加强咱们这个自己的创作啊！谢谢。